1993年的电影《霸王别姬》，无疑是上个世纪最优秀的中国电影之一。从历史变成传说，从传说演绎成戏剧，最后进入电影。《霸王别姬》是一个几经传颂、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的主角，一个是打定主意要为情自尽的美丽女人虞姬，另一个是身陷重围、四面楚歌的西楚霸王项羽。然而，历史上真实的霸王别姬究竟是怎么回事？虞姬是否确有其人？项羽究竟是爱江山还是爱美人呢？坑秦军，逐鼓声，几度屠城，项羽留下了暴虐的恶名，却在27岁就成为分封天下的西楚霸王。巨鹿之战破釜沉舟，项羽的胆识与谋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却在鸿门宴上优柔寡断，放走了对手。他打了一辈子的胜仗，却因为唯一的一次败仗，命丧黄泉。他虽然失去了天下，却成为传颂千古的盖世英雄。在成王败寇的定谏俗规中，为什么项羽是个例外？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神只活了31年，是什么让2000年后的人们依然为之倾倒？西楚霸王究竟是怎样的人？公元前99年，一位宫廷史官被汉武帝召去，征询他对降将的看法。结果，这个史官一番诚实的意见令龙颜不悦，他被打入大牢，并被处以残酷的宫刑。遭此奇耻大辱的史官忍辱负重，最终完成了对过往历史的整理与著述。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这个史官就是司马迁。他的这部历史著作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史记》中的著名篇章《项羽本纪》也成为我们走进这位2000年前盖世英雄最原始的资料。
抵抗秦国入侵，不幸战败殉国。楚国也随即灭亡。为躲避战乱，项羽随叔父项梁离开家乡，来到了会稽，也就是今天的太湖流域一带。背负着国仇家恨的项羽，从小就显示出与常人迥异的特点。他个子比同龄人要高，才华出众，力气也特别大。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他力能刚鼎。对于2000多年前一个男人来说，孔武有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叔叔项梁的影响和督促下，项羽学过武术，尤其喜欢短兵器格斗，还一度热衷了解兵法。他是一个天才，就是一个军事天才，而且从小就高傲自负。他认为他要学万人敌，也就是说，如何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沙场点兵、指挥作战的这个能力。从后来的项羽的战争经历来看呢，他在战场的指挥、战场的控制、战场的决策，甚至呢亲身带领这个将士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这一方面的表现都是十分杰出的。2000多年以前，这里属于南方楚地。在中原汉民族眼里，这些南方人的性格和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就像《楚辞》所描述的那样，楚人感情丰富，豁达奔放，平时喜欢在水田边唱歌跳舞，男女相爱的方式也比北方欢快热烈，淋漓酣畅。楚人打仗的习惯也和中原人不同，他们身上还保留着蛮性，打起仗来犹如火山爆发，凶悍无比。但战术缺乏计划性，一旦形势陷入艰难境地，就容易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楚国的一位国王因为多次中了秦国设下的奸计，而成为其手中的玩偶，最终被秦人扣押，死在秦都咸阳。为此，楚国人怒火中烧，发誓要找秦国复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话在当时曾广为流传。历史一语成谶，最终亡秦的正是3位楚人：陈胜、项羽和刘邦。公元前221年，秦国一统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39岁的嬴政成为君临天下的始皇帝。当天下百姓庆幸终于可以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嬴政却仍在持续调动部队，北伐匈奴，南平百越，兴土木，筑长城，徭役无度，甚而北游南巡。当秦始皇游会稽山时，项梁带了项羽去看热闹。项羽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之也。”他不知道，和他同时代的刘邦路过咸阳，看到秦始皇的排场时，也曾喟然叹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从刘邦跟项羽他们第一次见秦始皇的不同的这个一种言语表达呢，可以看出2个不同的气度、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追求。
刘邦对帝王权势的一种沿线渴望的一种心态，项羽对帝王权威的一种蔑视，也流露了他对秦国充满了固守家恨的一种这个情绪。酷使民力的秦帝国很快从全盛走向危机四伏的衰亡。公元前209年，就在秦始皇东巡途中死去1年后，楚国移民陈胜和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公然抗秦。随后，各地百姓纷纷杀掉当地执政官，自立诸侯王。楚、赵、魏、齐等被灭亡的国家相继复国。在叛乱四起的风潮中，项梁、项羽叔侄俩在吴中，也就是今天的苏州起兵造反，而亲手杀掉当地执政官殷通的正是项羽。这一年他只有24岁。秦帝国迅速从辉煌的英雄时代滑向风雨飘摇的动荡深渊。陈胜吴广的部将周文率领起义军逼近了首都咸阳。慌乱之中，秦二世做出了他生平唯一正确的抉择，派遣少府章邯平叛。正在骊山督建秦始皇陵收尾工程的章邯临危受命，赦免了休陵的服刑者，发给武器装备，就地改编为军队。他成功击退了来势凶猛的周文部队，一战成名，迅速成为秦帝国举足轻重的军界大腕。说他用兵非常老成，这个人是坚韧不拔，后来没有讲到，真是坚韧不拔，非常杰出的一位军人。就在章邯统领下，秦军又恢复了往日的光辉。这是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陕西秦始皇兵马俑，每年有3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检阅这支威武之师。这些土制的陶俑军容齐整，铠甲精美，威风凛凛。今天的人们仍旧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2000年前秦帝国军队的赫赫军威。尽管章邯指挥的这支部队的士兵大都是服刑的囚徒，但在近乎全民皆兵的秦国，这些囚徒的作战能力依然不容小觑。加上混编了人数不多但作战力极强的秦军首都卫戍部队，其势锐不可挡。公元前208年11月，章邯军完成整编动员，大举出关，全面转入战略进攻，向屯驻于曹阳的周文军发起进攻。周文战败自杀，军队被彻底击溃。章邯军愈战愈勇，接连打败各地起义军，陈胜吴广被叛变的部下杀害，张楚政权转瞬间土崩瓦解。就在此时，从楚地偏僻的东南会稽郡方向，一支精锐的楚军正渡过长江，沿东海郡北上，迎击所向披靡的秦军。这支反秦部队就是项梁、项羽带领的8000江东子弟。章邯所领导的秦军在击败了陈胜吴广起义军主力之后，反秦斗争一度走向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呢，项梁、项羽叔侄率领军队过江以后，应该说是掀起了一股反秦斗争的第2次高潮。项梁率领的楚军迅速由8000扩充到了7万，
并在东阿、濮阳2度击败章邯军。这是强悍的章邯军首遭败绩。然而，老谋深算的章邯避敌锋芒，固守濮阳。在得到戍守长城的秦军北方军团增援后，趁项梁不备，突然南北夹击，夜袭了驻扎在定陶城外的楚军。混战中，项梁不幸被杀，楚军残部仓皇退往彭城。打败以后，你想楚军还有什么人？就是说，楚军主力部队魏国也消灭了，陈胜、吴广都消灭了，最后只剩下北部就剩赵国。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放松了，他就到北上和王立军会合，去打赵国。因为赵国历来就是秦统一天下2个大敌手，一个楚国，一个赵国，这都是军事强国。像齐国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军事力量，就是这么不战就降了的。这魏国、韩国真是小国，根本不放在眼里。所以这2个，所以他才集中全力，他北上。在章邯的统一部署下，秦军主力西蜀北渡黄河，猛攻赵国，首战便大破赵国和齐国联军，攻陷了赵国的旧都邯郸城。赵王率领残存的赵军退守巨鹿，向各国紧急求援。一时间，巨鹿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也即将成为上演历史精彩篇章的大舞台。而此时，失去了主帅项梁的楚国内部，围绕着抗秦救赵，却上演着权力争斗。争斗的双方是项羽和楚怀王熊心。楚怀王熊心呢，是战国后期楚怀王的孙子。楚国被秦国灭亡以后，这个熊心呢就流了民间，成为了一个牧羊童。项梁就从民间寻找到了这个熊心，把他呢推荐为王，依然用他祖父的名号楚怀王。但这个楚怀王熊心呢，仅仅是项梁的一个傀儡。项梁死后，楚怀王召集手下在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举行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他拒绝了项羽领兵攻打关中的请求，而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刘邦。与此同时，他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则作为宋义的副将，随同楚军主力北上援救赵国。而北征救赵呢，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同时呢，又不让项羽担任北伐的主将，而刘邦呢，却是独揽一方兵权，奉命西入秦关。而且在他们走之前立了个规矩：先入关者望之，就谁先进入函谷关以内，进入关中，谁将来就做关中王。就这些种种的做法可以看出来，他采取的办法就是抑制项羽，扶植刘邦。楚怀王与项羽之间由此种下了嫌隙不和的根，刘邦与项羽间的争斗也由此埋下了种子。肩负着救援赵国使命的上将军宋义，是一个没有作战经验却又自以为是的没落贵族。出于对强大秦军的畏惧，宋义仅仅前进了100多公里，就停留在了驰援途中。宋义与部下整日饮酒作乐，整整拖延了46天时间。他的如意算盘是等待秦赵厮杀之后，再乘虚而入，坐收渔人之利。项羽一眼看穿了宋义的胆怯，心急如焚的他清醒认识到，
宋义的拖延将彻底葬送反秦大业。项羽对将士们说：“强大的秦军攻打刚刚建立的赵国，那形势必定是秦军攻占赵国。赵国如果灭亡，秦军气势会更盛，哪里谈得上利用秦军的疲惫？楚国的安危就在此一战了。”他再次果断实施了斩首行动。公元前207年11月的一天，项羽趁讨论公务的机会斩杀了宋义，并召集部下宣布说：“宋义谋反，楚王密令我诛杀了他。”事已至此，楚怀王不得不任命项羽为上将军。成为楚军统帅的项羽立即下令，全军火速赶赴巨鹿。这是中国北方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杂乱喧嚣，尘土飞扬。人们为了各自的生活奔忙着，往日的痕迹早已荡然无存。再有想象力的人也无法把这座小城和2200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大决战联系起来。公元前207年12月，围绕着巨鹿这座不大的城池，金戈铁马，狼烟飞扬，几十万人的生命即将纠结在一起，捉对厮杀，并最终分出胜负。尽管项羽并没有任何胜算，但对于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充满激情。打定主意要趁赵国吸引秦帝国主力部队的机会与之决战。他知道，这是一场旷世豪赌，赌注就是自己和他手下7万楚军的性命。巨鹿之战，它却是当时秦朝军队和反秦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这样一个地点。他们许多重要的战略主力部队，一个是由章邯所率领的骊山行徒所组成的战略部队，还有一支呢，就是由这个秦朝北方的边防军在王离率领下的这样一支30万人左右的北方边防部队。与强大的秦军相比，前来援赵的各路援军组织散乱，没有统一指挥，部队与部队之间更是心怀鬼胎，各有各的小算盘。面对强大的敌人，各路援军在秦军外围筑起了营垒，却不敢发兵出战。这就是后世著名的成语“作壁上观”的由来。种种机缘巧合，使得2200年前的巨鹿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双方都没有退路，他们都将面临生死摊牌。当项羽所率的大军到达黄河岸边时，已是冬季，河水东流，寒气逼人。项羽极其仔细地查看并研究分析了战场态势。秦军的布局是这样的：王离率领秦军主力北方兵团围攻巨鹿，章邯军驻扎在王离军的南侧的基原，修筑甬道与黄河相连，为王离军提供粮食补给，并且随时准备对救助巨鹿的援军实施突然打击。两支秦军互为犄角，相互呼应，好像两只张开的虎钳，牢牢盯死了猎物。
对30万之众的强大的秦军，项羽明白，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其中的一支，才有获胜的希望。那么，到底应该先打哪支呢？我们搞军事学术的人呢，有一句常用的话，叫做“外行谈战略，内行谈补给”。其实，无论是在古代战争中，还是在现代战争中，后勤保障都是不可须臾离开的一个重要因素。秦军的粮草从帝国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敖仓顺黄河而下，再经由甬道送抵巨鹿。这漫长的补给线正是秦军最关键也最薄弱的环节。项羽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关键，他立刻派遣英布和蒲将军率2万精兵渡过漳水，袭扰秦军运粮的甬道。轻骑突击的楚军让守卫漫长甬道的章邯军疲于招架。项羽随即率领大部队渡过漳水，展开全面进攻。渡河以后，项羽下令凿沉了渡船，砸掉了锅灶，烧掉了帐篷，全军只带着3天的口粮，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战斗。破釜沉舟，一个代表了勇气和决心的成语由此而来。项羽呢，是一个敢于进行大胆战场决策的这样一个著名的将领。他在率领部队进攻秦军的时候呢，他面临一个大问题，是他率领的下边这些很多部队啊，并不一定听他的，而且斗志也很弱。你假如率领这支部队正常的与大家作战，与这个敌人作战的时候呢，这时候可能面临，一个就是最后大家都做鸟兽散了，谁也不敢为你卖命。所以呢，这个时候项羽就使用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渡河的楚军主力随即展开进攻，他们攻击章邯军和王离军的结合部，彻底破坏了秦军运送粮草的甬道。章邯率军援救甬道，而这正中项羽之计。项羽以逸待劳，率领部队全线出击，一举击溃了章邯军。这个时候形势就发生变化了，秦军粮道一断以后，就发生一个反包围了。切断以后，结果是王立军就孤立了，他军队的主力部队集中猛攻王立军。项羽是最擅长于野战，所以王立军抵不住。司马轩记录的很简单，1日9战。1日9战。司马迁用最简练的语言描述了战斗的激烈残酷。公元前207年冬天，巨鹿战场上烟尘漫漫，杀声震天，人喊马嘶。楚军将士士气如虹，呼声响彻云霄。他们肆意冲击不断败退的秦军，以雪近100年来楚军多次对秦军负军杀将之耻。这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近100年来，六国军队面对秦军的虎狼之势，从来没有取得过如此伟大的胜利。自此，秦帝国的精锐之师再无战胜反叛的能力。而项羽也确立了自己军事家的显赫地位，战神这个称呼由此而来。反秦各路英豪一致公推项羽为联军总司令。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提到秦朝，人们总会首先想到大秦雄狮。其气吞如虎、横扫六国的气概，让千百年来的无数风流志士遐想讴歌。然而，短短15年，泱泱大秦毁于一旦。秦朝大厦倒塌之快，尽管有着各种深层原因，但是
给予大秦最沉重一击的，无疑是项羽的天才之作——巨鹿之战。半年以后，内外交困的章邯率秦军在殷墟，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向项羽投降。至此，秦军主力灰飞烟灭，秦王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逆转。年仅27岁的项羽率领各路反秦联军，沿着黄河向西挺进。这条孕育了北方中华文明的大河，从塞北荒漠奔流而来，向南一直流到关中盆地入口处的潼关，再以几乎90度的直角转向东方，奔腾而下，滋润着广阔的中原沃野。项羽逆流而上，秦帝国的心脏就在眼前。但就在向秦国首都进军途中，一个在后来史学界引起巨大争议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项羽是如何处置20万秦军俘虏的。《史记》是这样记载的：项羽的部队到达新安时，作为胜利者的官兵任意欺辱秦军战俘，这招致俘虏的强烈不满。项羽接到报告，召集手下的将军商议后决定，连夜把这20万俘虏杀掉。于是20万秦军士兵一夜之间从地面上消失。在今天来看，它是一个非常不人道的、残暴的行为，但是在古代，在当时，也有它的某种的合理性。比如说，为了这个威慑敌人，比如说为了报复强敌从前对自己国家的这个破坏，还有其他的种种理由呢，都在战胜之后屠杀的象征。河南省易马市20里铺村，这里距离秦汉时期的新安古城遗址只有几公里之遥。《史记》中记载的项羽新安杀降，相传就发生在这里。1912年修建陇海铁路时，曾经有工人在这里挖出累累白骨，于是当地人把这里叫做楚坑。斗转星移，时空变幻，这个荒凉的大坑掩映在白杨麦田之间，让人无法与2000多年前的那场血雨腥风的杀戮联系起来。而更让人想象不出的是，在冷兵器时代，30万的楚军是如何干净彻底地消灭掉20万秦军俘虏的。他进关以后，到咸阳坝上，这个又说他军队有40万，号称100万，说他40万。他原来这个坑杀秦族时候说他军队是30万，这不进到咸阳，这么进入就多了10万。我想这里边恐怕也包括秦族。这个事情是后来这个刘邦，因为他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楚汉相争的时候，要为了争取秦国的民心，因为他要以秦为本，以关中为根据地，要以秦国军民的这个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走，所以他制造这个，这次也有可能。公元前206年，项羽统帅的大军进抵函谷关前。从
受楚怀王之命，与刘邦一起自彭城发兵之日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1年零3个月，巨鹿大战也已经过了3个月。对于这位年轻帅气的霸主来说，谁是真正的王者？这是毋庸置疑的。毫无疑问，他的未来充满无上荣耀。至少，项羽当时是这么想的。但等待着他的，又将会是什么呢？